你天杀的房子将灰飞烟灭，而你的孩子也会因此而死。你要为你对墨索里尼所说的话付出代价。我是费耶特维尔的一户住民，今天路过隔壁邻居家的时候，碰巧撞见了一个骂骂咧咧的家伙摔门而去，于是就向家主的乔治索德打听了一下情况。原来是上门推销产品的保险推销员，在被乔治拒绝之后撂下狠话，气急败坏地走了。以乔治那直言不讳的脾气，我大概能猜到推销员的心情了。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我倒是和乔治挺合得来的。乔治出生于意大利萨丁岛的图拉，在1908年13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移民到了美国，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努力，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并创立了自己的货运公司，在城镇以北3公里的地方建起了一幢2层楼的木质房子，而且还娶到了同样是移民的珍妮·西普里亚尼。乔治一家到1943年为止，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这样幸福美满的一家人，被当地的官员称作附近最受尊敬的中产家庭之一。不过，由于乔治那强势且直接的性格，再加上他对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强烈反对，引起了费耶特维尔里众多意大利移民的不满。但尽管如此，乔治一家的生活倒是也没有什么波澜。今天这事儿，我和乔治本打算笑笑就让它过去了，但没曾想到，不知何处而来的深红恶意已经开始在黑暗里燃烧了。今天是平安夜，乔治夫妇邀请了我们一家一起聚餐。我们大人在厨房里准备着晚餐，而除了离家服兵役的2儿子乔以外，乔治家的9个孩子都在客厅里玩闹，大家一起度过了欢乐的晚餐时光。到了晚上10点的时候，较小的5个孩子莫里斯、玛莎、路易斯、小珍妮、贝蒂都还不想睡觉，兴奋地跑到了2楼的房间里继续玩耍。在珍妮叮嘱他们睡前记得关好门窗之后，我们一家也挥手告辞回去了。到了凌晨2点左右，正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吵醒了。等我下楼打开门一看，居然是乔治家的女儿玛丽恩。此时的玛丽恩衣衫凌乱，似乎还有某种黑色的污渍。没等我开口问她，室外的一点火光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乔治家的方向。此时那里正燃起了冲天大火，我顿时理解了现状，赶忙让玛丽恩进屋打电话报火警，而我则朝着乔治家冲了过去。跑到了乔治家院子里，此时的房子可以说几乎被大火给吞没了。我确认了一下外边的人数，乔治、珍妮、约翰、小乔治、西尔维亚，再加上玛丽恩，现场没有看到上2楼玩耍的5个孩子的身影。我迅速向珍妮确认情况，什么时候起火的？大概1刻钟之前，我们出来的时候楼梯已经烧起来了。还有5个孩子呢，他们还在楼上。你们家梯子在哪儿？不行，原来放梯子的地方找不到了。水呢？那水呢？水冻上了，没法灭火。整理了一下现状，我赶紧思考着如何才能上到2楼救人。忽然看见了停在不远处的2辆运煤卡车，于是赶紧喊上了乔治，试图把车开到屋子旁边，好从车顶爬上2楼。但邪门的是，在这种紧急关头，2辆车居然都发动不了了。我们只能放弃这个办法。途中报警的玛丽恩赶了回来，或许是因为2战和平安夜的缘故，她表示消防队的电话无法接通。珍妮让她赶紧到另一户邻居家里去，让他帮忙直接开车去找消防队过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和乔治多次想要冲进火场上楼救人，但狂暴的火焰一次次地阻止了我们。珍妮和几个孩子在一旁疯狂地呼喊着5个孩子的名字，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就这样，在呼喊声和燃烧声之中，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房子化为了废墟。等到第2天早上8点，此时已经是火灾发生的7个小时以后了。消防队终于来到了现场，但此时能让他们接手的，也只有在废墟里搜索孩子们的遗骸，以及确认火灾的原因了。上午10点，消防队长莫里斯在2个小时的搜索后，
遗憾地向乔治表示，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身体组织或者骨骼碎片，表示可能是因为火场的温度太高，导致孩子们的遗骸已经完全烧成了灰烬，而火灾的原因还得等待进一步的调查。随后就带着消防队撤离了现场。在事故发生5天后，市政府发表了火灾原因的调查结论，认为是由于屋里的电路故障而导致的意外火灾，并让死因裁判所为5个孩子签发了死亡证明。乔治默认了这个解释，用1.5米厚的土掩埋了房子原址还没烧毁的地下室，打算用作建造孩子们的纪念馆。然而，当乔治一家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之后，关于平安夜当晚的诡异细节接二连三地浮现了出来。首先就是当时不知所踪的梯子，之后我在距离乔治家23米的一处路堤里找到了它。然后是当晚无法接通的电话，一位电话修理工在检查了房子附近的电话线之后，发现它并没有像我们最初以为的那样被烧毁，而是被一个主动爬上4.3米高的电线杆的家伙在往外61厘米的位置刻意地切断了。最后是火灾原因的电路故障，我和乔治都回想了起来，当时跑到屋外的时候，院子里的圣诞彩灯还正常地发着光。另外有一位火灾目击者声称在当晚看到了一个男人在乔治家附近试图拿走一组滑轮，而那东西通常是被用来拆除车辆的发动机的。还有一位目击者表示在案发时间段内看到了有人在往乔治家扔火球一样的东西。听到这个，珍妮想起了当晚的一通诡异的电话。大约在0点半的时候，客厅的电话响了起来。在珍妮起床接通之后，对面传来的却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的声音。对方说着一个珍妮从没听过的人名，背景声也相当嘈杂。在珍妮表示打错了准备挂断之前，还听到了对方发出了一阵奇怪的笑声。而在珍妮回房继续睡觉之后，又在凌晨1点被来自房顶的一声巨响吵醒，紧接着就是一阵滚动的声音。接着又过了1个小时左右，珍妮最终被屋里的浓烟给呛醒了过来。事实上，在纪念馆建成之后，西尔维亚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硬质橡胶物体。根据我的观察，这很有可能是被叫做菠萝炸弹的凝固汽油弹。珍妮也认为就是这个东西造成了当晚的那一声巨响。这种种的不合常理都在告诉我们，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火灾，而是一起经过精心谋划的纵火事件。而乔治的5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被纵火的人给带走了。为了验证我们的猜想，我和珍妮多次尝试焚烧了一些小动物的骨头，发现无论怎样调整燃烧环境，都会有残留的骨头碎片。同时我们还发觉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在第2天搜索现场的时候，没有闻到焚烧生物过后该有的气味。我还请教了当地的一位火葬场的员工，他也表示，即使是在1090摄氏度的密封环境里焚烧2小时，人体的骨骼也还是会有残留，更不用说当时仅仅烧了45分钟的木屋子了。除此之外，还有孩子们的目击记录可以证明。一位女士声称在火灾发生的时间段里看到5个孩子坐在车上离开了。一位在费耶特维尔80公里外经营旅游商店的女士声称在火灾后的早上看到了5个孩子，并且给他们提供了早餐。而在停车处停着一辆佛罗里达州牌照的车。还有一位来自查尔斯顿的一家旅馆的妇女，在火灾1周后看到了报纸上5个孩子的照片，表示看到了其中的4个孩子。当时他们有2男2女4个意大利人陪同着，自己本来想和孩子们搭话，但被其中一个男人抱有敌意的拒绝了，而他们在第2天早上就离开了。在坚持故意纵火理论2年之后，我提议乔治夫妇让 FBI 介入调查，但在 FBI 局长胡佛同意参与的情况下，费耶特维尔的警方和消防部门却拒绝提供帮助。在如此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得替乔治找来了一位私家侦探廷斯利进行调查。而通过侦探的调查，我们又发现了更多不合理的地方。在当时进行死因裁判的陪审团中，几个月前诅咒过索德一家的保险推销员居然也在其中，而这本该是正常程序绝不能容忍的事情。还有一点，
就是当时搜索现场的消防队长莫里斯。有传言说，当时他在现场找到了一颗心脏，但他把它装进盒子埋在了废墟之下。而当我们找到莫里斯，试图验证这个传言的时候，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居然是一颗牛的肝脏，而且根本没有被烧过的痕迹。时间又过去了2年，乔治把目光重新投向了自家遗址，请来了一位病理学家奥斯卡·亨特，挖出了周边和房子残骸的泥土，全部重新筛查了一遍，成功找到了4块人类脊椎骨，并把它们送去了史密森学会进行分析，但结果依旧不尽如人意。这些脊骨不仅完全没有火烧的痕迹，而且横向凹槽已经闭合，说明此人年龄应该在16到17岁，但失踪的5个孩子里，最大的也只有14岁。学会推测，这些脊骨更有可能来自当时乔治填埋地下室的土层，而不是火灾后留下来的。经过这次的调查，索德火灾案终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西弗吉尼亚州立法机关也在1950年举办了2场听证会，但在事后，州长俄克帕特森却告知索德一家，继续追查下去也没有希望了，在州等级上正式结束了此案。尽管 FBI 认为此案可能牵扯了跨州绑架，但在2年的无用追查之后，同样撤销了这件案子。不再有官方机构进行调查，只剩下乔治一家还坚持着不愿放弃。乔治夫妇在16号公路旁设立了一个广告牌，告诉着每一个过路的人，这一起发生在平安夜的神秘大火和5个不知所踪的孩子。时间来到了1968年，珍妮收到了一封邮戳是肯塔基州的匿名信，信里面只有一张20岁左右的男人的照片。乔治夫妇认为这是路易斯长大后的照片。看着照片男子和路易斯相同的深色眼睛、深色卷发和直挺鼻子，我的看法也和乔治夫妇一致。而在照片的背面写着这样几行字：路易斯·索德，我爱我的兄弟弗兰基，小男孩们 A90132 或者35。再次获得线索，乔治夫妇十分激动，但由于疾病缠身，由我代为委托了一位私家侦探前往肯塔基州调查信件的来源。但奇怪的是，侦探从此就再没了消息。没有等来任何消息，乔治在1969年的时候抱憾而终。在火灾发生的44年后，珍妮也离开了人世。此前的44年时光，珍妮数十年如一日地穿着黑色的衣服，守候着房子的遗址，盼望着5个孩子能够回来。现在还了解当年那场离奇火灾的人，恐怕只剩下我这个老不死的邻居和乔治家最小的孩子西尔维亚了。西尔维亚向媒体表示，自己剩下的一生也依旧不会放弃寻找5个哥哥姐姐。对于我来说，在离开之前最想知道的就是44年前的平安夜里，究竟是谁是什么怀抱着如此狠毒的恶意，无情夺走了5个孩子的存在。